OK，你好，你好，可以介绍你自己一下。我是台湾激进的秘书长吴欣岱。I'm of a political party called Taiwan State Building Party。OK，那你名字吴欣岱，吴清代，然后你有没有那个美国英文名字？英文名字没有，就是吴欣岱。就是吴清代。Yes。OK，好，这好。那个你想今天的那个这么多人出来，他们是的那个你可以用英文问。就是就先看你说有没有什么想要说这个特别想要讲的。杰西今天你感觉怎样子？其实台湾激进算是一个 pro Taiwan 的 political party，然后我们一直认为说，像这样子的民主运动，虽然说它的表面上面诉求的是反黑箱跟反程序，但是它其实背地里面还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势力角逐。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透过修法跟意识到一些中国代理人正在透过不同的管道影响台湾的民主，然后来杜绝这样子的状况10年后再次发生。那你那个今天晚上来，你自己想是要那个希望是有这样子？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吗？对，我们还是希望民众可以意识到说，虽然现在就是大家关注的是说国会通过的这个是 they skip the steps of discussion，but背后实际上比较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势力在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影响我们的民主，特别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傅昆萁，他在这一次的国会3读法案通过之前大概1个月的时候，他就带了国民党每一个在国会立法院里面的委员各带了1个人，然后去了中国。那中国见的对象就是共产党的王沪宁。王沪宁这个人呢，基本上现在是习近平下面的一个算是script writer， 就是他专门写这个统战的剧本。那他跟他会面完之后，其实回来马上通过了花东的2个法案，以及就是藐视国会罪这些外面包装是国会改革，但实际上是一个国会扩权的法案，那是让我们特别担心的。而且因为在看这些法案的过程之中啊，我们有发现到说，其实像纳粹这个政党，它在德国其实也从来并没有通过就是绝大多数的民意，他们是透过用国会扩权的方式来掌握更多的权利，然后接下来用一些操弄法条的做法来去获得绝大多数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做的事情，我们很担心会是往这个方向走。你想那个全世界会不会那个干扰，还是他们你想他们那个外国看到台湾这样子会？会不会有什么改成什么一些东西，还是就是觉得台湾自己这样子，呃，就自己搞，还是？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关注台湾政治的人都还是会知道说国民党 is a pro China party， 所以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强行要通过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应该有责任要跟就是不同的国外的友台的议员跟民意代表解释清楚，因为目前已经有看到说有美国的友台议员因为不了解状况的前提之下，他就说现在是一个国会的改革，那他也看到台湾民主生机蓬勃，但事实上在台湾正在进行的这个事情是国会的扩权，并不是国会的改革。那我认为说这样子的主轴跟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必须要由执政党来负起责任，跟其他国家解释。OK，然后那个今天玩的时候，那明天和以后后天怎样？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还有没有什么说活动啊？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对，因为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连续这2个礼拜3次的集结，总共来了就是数十万的人，那包括是立法院跟其他各个县市都有集结的地方，所以出来的人其实是数十万以上都可以算有的。那这样子的社会量呢，要怎么接起来，其实很看公民团体的承接能力，因为包括说接下来不管是民进党这边使用行政权去复议或者是释宪等等的，那包括说公民团体如果有办法组织相关国民党跟民众党选区立委的罢免行动，这些都是后续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罢免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会需要靠
公民团体来领衔主理，不然其实很多台湾目前其实没有那么关心政治的人会觉得说啊，国会非常乱，然后接下来如果要罢免，是不是又是政治斗争啊等等的，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疏离的心理这样子。那然后那个，所以你这个台湾 State Builder Party 是不是 State building。 ？State Builder Party，所以那个现在台湾最大就是国民党和 DPP， Yes. 所以你们这个跟那个他们两个这样子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对对，DPP 已经进入执政党了，所以他们其实相对的比较接受中华民国体制。But Taiwan State Building Party, we are a political party that refuse to accept the government of ROC. We think that Republic of China is a government that has governed us from China to Taiwan, so we have to build our own nation. So the name is called State Building. 那你想那个大陆是有今天的那个有干扰，那个他们也在那个跟国民党像怎样子在朝里要，就是今天的那个 legislation pass 这个东西，你想他们是有 influence 吗？我想是绝对有的，因为国民党这次非常聪明，他们用了一个名字叫做国会改革。那改革对于很多没有在关心政治的人会觉得，是一个正面的用语。所以在通过的过程之中，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说，在关心这件事的人，已经是一开始就比较关注政治的人，然后跟有一些尝试着想要知道国会现在在乱什么的一些公民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公民团体跟相关的政治同温层必须要做好说服以及解释的这个责任，让更多人意识到现在国会正在进行的事情其实是国会扩权，而不是国会改革。OK，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今天晚上你想要自己分享的什么，跟台湾的分享，还是那个全部这些的那个分享，要跟他们说什么？其实台湾 State Building Party has been in Taiwan for over 10 years, and we've been there whe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But 10年前的太阳花运动，当时的定调是反程序、反黑箱，但是这个中国的因素一直没有被纳入公民的讨论之中，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因为包括像10年前那个时候强行通过服贸，这一次傅昆萁更聪明了，他学会一个叫做再修正动议，就是他没有把法案放到网络上供公民团体跟关心的选民解释，反而是直接利用程序的方式强行通过。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再怎么防都没有用，因为民主国家的规则是给想要成为民主国家的 player 去玩的。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民意代表进入到我们的体制之中，可是他背后就是一个不民主的势力，他就是一个中国的势力的时候，他势必会从各种漏洞去挑战我们的民主机制。所以唯一要避免台湾以后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认为多数关心这件事情的公民应该要来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怎么防范中国的势力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影响台湾的民主制度。好，那谢谢。10年还是蛮年轻哎，那个 political party 也10年没有那么久。对呀。还是蛮年轻的。对呀，算是年轻，但是也算撑得蛮辛苦的，因为 DPP 现在已经 embrace ROC 了嘛，所以像我们这样子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团体，其实它相对的就会需要有比较强的一个论述，让多数的年轻人关心到这个议题。没有坚持了。辛苦了。他还是还有在录，但是我这个没有坚持了。OK。刚刚好，那个刚刚最后一两洗手间。